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所长李大中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平安。还有退役少将李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因为昨天川普算是一个压倒性的大胜利哦，那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包含了共和党参院过半，现在众院领先呢。川普的这一番话已经反映出来，他接下来要把美国带向什么方向？我们来听一听。Many people have told me that God spared my life for a reason. And that reason was to save our country and to restore America to greatness. I will not rest until we have delivered the strong, safe, and prosperous America that our children deserve and that you deserve. This will truly be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好，看得出来呢，这一次其实川普的大胜利哦，你看到所有这个全美的地图几乎变成了红色一片哦，所以他们形容说这是一个红色狂潮，包含了他创下了一些记录哦。佛州的最大郡36年来共和党第一人拿下，就是让这个红色占领哦。另外7个摇摆州不摇摆了，全部也都倒向了共和党。还有现在这个参院过半，众院领先，他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哦，所以看到了各大的这个美国媒体、杂志啊、报纸啊，他攻占了所有的头版哦。那美国的媒体也形容川普的胜利是40年来最大的红色浪潮，那也代表这个共和党的颜色就是红色席卷全美。那这个《时代》杂志的封面同样也是用这个川普的这个样子来作为一个封面，代表一个时代的开始哦。那参众议院的选举当中，现在共和党拿下了过半，独揽行政权、立法权，再加上最高法院大法官当中有3人是由川普在过去总统任内提名的，所以他现在堪称哦，行政、立法、司法全部都掌握在他手中。我们看到大陆的学者金灿荣教授分析哦，他说如果民主党不服激烈反抗，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巩固共和党内部的团结，他更有助于川普获得更大的权力哦。那没准他会成为美国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统。当然，很多人在猜说川普会赢，但没有想到赢这么大，赢麻了。那川普现在真的是所有大权在握，会带来怎么样的一番气象呢？恐怕过去站在对立面的人要瑟瑟发抖了。曾经得罪过川普的人，以他的性格来说，眦牙必报，就有仇一定要报，要算账的哦。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死亡名单，这个川普的死亡笔记本上面都写了哪些人呢？这个看到现在这个对手贺锦丽。这个拜登，他们现在都有致电嘛，就说这个，恭喜你这个当选啦。然后甚至拜登还邀请川普来访，就说可以来白宫走走哦。那你看到这一张照片是在这个 Twitter， 也就是说现在的 X 上面被拍下来。裴洛西呢，他其实是到场去力挺这个贺锦丽就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他离开的时候被捕捉到眼眶泛泪抿嘴皱眉的沮丧神情。大家知道裴洛西跟这个川普简直是水火不容啊！川普甚至还用巫婆来形容裴洛西那时候他还在这个川普后面直接撕掉这个议事录，两个人是这样子的相处，所以他整个人沮丧的脸那媒体呢也是下一波被清算的一个对象，因为 CNN、CBS 都是川普一直讲说太偏颇啊。那过去呢，这个 CNN 其实都是一直在骂川普川普还甚至告 CNN 诽谤，要求152亿的惩罚性赔偿。现在是不是转风向啦？ CNN 开始检讨起民主党，就说这个战犯是拜登啊，然后还说川普击败了贺锦丽重磅回归白宫，写下一串历史记录啊。其实有些眼尖的人发现，昨天 CNN 的标题一直在就是改来改去，就原本好像就很不想夸川普，就觉得现在局势还未明，最后一直到这个大势已定，赶快变成说这个川普创下了历史。所以 CNN 可能也发现苗头不对那再来 CBS 的话你看到当时的这个辩论
总统大选的时候，他这个众议院的这个麦卡锡，他就讲说，大选获胜之后呢，你可能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川普。然后 CBS 呢也赶紧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原本川普就觉得 CBS 有点偏颇，那你这样子去专访贺锦丽，他说这个是有点误导大众，刻意把这个贺锦丽给美化，所以他对 CBS 也是非常的有意见哦。那另外呢，这个检察官史密斯，在这个时间点，因为他本来都在办川普的案子嘛，结果呢，他现在讲说要逐步结束这一场官司，现在是风向不太对哦。两起这个联邦诉讼案，他说现在要来逐步结束啦。可是川普早就已经讲说，他当选的话要开除这个检察官，要在2秒钟内开除这一位史密斯。另外，过去帮这个贺锦丽站台的明星群、大咖群，现在是不是也开始有一点紧张害怕哦？泰勒斯这个跟碧昂斯写反了哈，这个是泰勒斯，这个是碧昂斯，欧普拉、珍妮佛，还有阿诺以及马丹娜都有去站台哦，所以这些明星会不会也变成被川普清算的对象呢？那前一阵子呢，有一些人在讲说川普上来啊，可能美股要大跌啦，美国经济要崩盘了。那昨天看起来道琼指数是狂飙了1500多点哦，3大指数也创了新高，要在贺川普当选。那因为川普他的一些政见就是要促进成长啊，或者是一些振兴美国企业，所以初步目前来看起来，股市的反应是一个上扬的表现，好像没有这样预期当中会垮，但是有人说可能是短多长空，还没反映出来，短多只是因为没有出现暴乱哦，所以先有一个庆祝行情，但是呢，它政策一旦下来的话，恐怕就是长空了。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怎么看？当然，川普这一次是大胜啊，就是说这个是全面执政啊，现在立法、司法、行政他全部掌握。那美国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总统没有办法跟这个两院他的同党没有办法控制两院，对，要不然就是控一院。在美国制度上如果总统自己的政党不能控制参众两院的话，基本上就是半跛脚了，所以很多政策都很难执行那川普这次等于说，这都为他开了绿灯，所以他未来他要做事情很方便，这个总统跟他自己同党的这些国会议员会有不同意见，机会比较少，美国政党的纪律还蛮强的，而且他这个在这个国会里面投票很少跑票的，他们就是党纪很强的，党鞭事实上的话，对那些尤其那些小议员的话，那他们不敢反抗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川普现在真的是好时机可以放手大干一场。对，可是民主党会不会认输？也不会认输。我跟你讲，美国人政客就是一个很好斗的一个他这个文化就是很好斗。那这次你不要看贺锦丽他昨天是懵了啦，他第一个晚上懵了，没出来，对不对？等了一天才出来讲这个话。他这个话我从头到尾听了3遍，我认为就是说绵里长不是绵里长针绵里长枪，这个枪还蛮厉害的。他讲说他说我们要继续战斗，要战斗什么为什么而战斗？为美国的民主，为正义，为了自由而战斗。那他不就暗示说，川普上来，美国民主也完了，正义也没有了，自由也没有了。他讲得非常斩钉截铁，而且讲了好几遍。然后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正在走向一个黑暗的就是说一个时刻了。”川普上来，你前面讲得很好听，你后面讲川普上来就是我们要走上一个黑暗的时刻了。不过他讲了几句话有没有？他说可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才会看到星光灿烂。这个当然是美国老生常，可他把川普上来是一个黑暗 dark time 所以呢，我认为不是绵里长针的绵里长枪，那还要 fight， 他用 fight 很多遍，所以呢，鼓励他的支持者绝对不能够放弃。我们的理想我们这个好的机会我们绝对不能放弃 fight。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已经为美国未来4年川普执政这个民主共和党的基调已经写下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导纲要，就是 fight 了。
那会不会 fight 赢呢？不容易了，不容易了。可是呢，还是有很多机会。那因为美国的自由派的力量还是很大的。那川普事实上他这个选举中啊，做了过多的承诺，这些承诺基本上现在啊，一一要拿出来实践啊，都很困难。我上台几秒钟我就要跟谁打电话，几天我就要结束什么？现在我们就给他倒数计时吧，5天内结束俄乌战争。现在第一个普丁就不跟他配合啊，普丁说我不打算跟拜登通电话，因为呢，美国现在还把俄罗斯当作不友善国家，对美国对我俄罗斯非常的不友善，对不对？甚至普丁的这个战友老战友梅德韦杰夫他还说，普丁要自己他拜川普自己得小心点了，我们怕他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什么这个甘乃迪甘乃迪在美国怎么结束他的政治啊？是被暗杀的，所以我觉得就变成说川普是现在风光得意一时啊，建立到最高点啊，那么也得到了很多这些美国大部分民众给他的支持，可是他自己给自己画下那条路一点都不好走，内内外外都会遭受到强烈的反抗，所以呢，人们说我们就说美国会不断的有戏，而且戏会越来越越激烈，精彩不见得会很激烈。好，山雨欲来了，我们来问一下李老师。对，因为老实说即便是在选前，可能多数人会猜川普胜率比较高，但是当昨天的结果出来，大概没有想到说会这么的全面性，就是整个共和党赢的是非常的全面，那民主党基本上输得很彻底。对，那所谓的7个摇摆州，之前大家做了好多的功课可能几票，到最后全面被川普拿下来。这7个州里面，上次选举其实川普只拿下北卡，这次是全面的反转。那后面有好多原因。那我不禁回想到川普这么多年来了，他第一次是2016年选，那2016年选当了4年总统下来之后，其实他的影响力没有衰退哦。就共和党曾经有一批人比较建制派，想说你把我们国家带到这个地步，那选举选输，那基本上你要把你的力量清出，但没有成功。反而在过去4年，即便川普没有在位，他还是美国政治的注目焦点。比如说2022年的集中选举，他就表演得非常卖力，而且到处去站台扶持维持他的能量，而且他会记仇，就是假设你有意跟我疏离的，比如说德桑提斯后来挑战他，当然失败，他就用很强烈的语言去骂你，鼓动他的支持者，一直到现在。所以到2028，从2016到2028这12年，都是川普对美国的政治影响力非常非常大。那当然，现在其实2方面应该照理要说的是，民主党应该要做败战检讨了。那贺锦丽当然是一种这种选举的这种败选演说，当然很关键。但为什么输？是选举策略输了呢？还是人家攻你攻的是刚好攻到恰到好处？就是两张王牌，一个经济表现，一个是移民，还是贺锦丽你个人的你的能量、你的表现不行？那赢的方面，当然刚才大家讲，川普的个性还是会。有功劳的一定会给你，那有仇可能会记在心里，不见得会一定马上行动，但是会记在心里。第二点我觉得现在大家说他，当然这一期的《时代》杂志是他，我们不要忘记2016年，因为《时代》杂志每年都会票选风云人物，就是给川普，但里面就是让美国再度伟大，这么大的字，右下角个字到今天我都忘不了，他写的是美利坚分众国。这个社会是分裂的，因为美国的名字是美利坚合众国，沿着什么分裂？沿着地域、种族、党派，还有各式各样，包括甚至有点是阶级。那这个现象其实到这次我觉得没有改变，在这次美国大选里面更加印证美国政治是两党非常非常的激化。第3点就是输到几乎是没有办法的民主党，因为美国是这个讲究是分权制衡，但是国会2院没有。那这个最高联邦法院里面非常清楚，保守派对自由派，其实川普有很大的优势。意思是说什么？连要发动去怎么讲罢免他的这个能力都没有了，因为
历史上美国就这么5次，川普任内2次，2019、2021。那现在没有办法在众院过半，连发动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就是川普的世界啊。最后一句话就是川普的这个时代再度来临啊，大家都屏息以待。好，来问将军。我特别要讲，这次川普能够当选确实是我个人是不意外了。那我们去检讨为什么川普以他这种声名狼藉的状况，他有官司缠身，然后上次来讲已经败选下来，居然可以东山再起，不但东山再起，还可以以这么悬殊的比数能够获胜，那一定有他的原因在里面。当然，美国自己本身里面内部有很多的因素，包括到他的国防外交，包括他的移民政策，包括到他的贸易以及他的经济政策。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说是这次的选举很单纯的一件事情，就川普讲的话老百姓听得懂，你去跟老百姓讲说民主正义，其实老百姓听不懂，老百姓只听得懂什么呢？先够巴豆再够胡做，对不对？你先把我肚子顾好，你再去跟我讲民主正义，再去讲这个主张这个国际关系那你再跟我讲说未来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但是很明显的，川普来讲的话，他的政策来讲就是一针见血，马上让你民众听得懂。但是我觉得美国的很多的民众因为他们投票跟我们台湾一样，民主投票都是一个人一票，对不对？李大钊博士这么饱学之书，他也是只有一票。对，我一个军人，我也是一票。那我投这一票可能站在军事的立场，他投这一票可能站在国际的立场。那这个平常一般送 Uber 的，他也是一票。那票其实是等值的，所以你重点是这普罗大众来讲是多数的。真的是有学问或者是能够深思熟虑的人，这个学者专家毕竟是少数，所以我觉得川普他讲了几句话，我觉得是他获胜的一个很大一个原因。第一个，他的这种减税的政策，他就很简单、很粗暴，可是一定有效。他减3种税，大家听听看，这个一般老百姓听了心里怎么干？小费税我减掉了，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加班费我不再收税了。第三个，对于老人年金，也就是他们社会福利这种税我减掉，老人听懂了。对不对？好，我可以少交税。这个加班族他听懂了，对，跑 Uber 的他听懂了，在餐厅里面打工的麦当劳那些小弟小妹他听懂了。那这一票当然就投给他。你这些人，就算是不管他学识怎么样，你去跟他讲未来，他听不懂；跟你讲这些，他听得懂。那另外川普来讲，我觉得他有一个政策，我觉得就是他讲的关税了。他讲的关税很简单了，对不对？就是我减我们自己国民的税，我们少收税。那我们去收谁的税？我们去收外国人的税，所以。大家一听很高兴啊，对不对？这个其他每个国家交10%的税，中国科60%的税，你说这些老百姓有没有效？当然有效啊。可是问题是说，他们就没有想过说是，当你这些关税增加以后，紧接着下来你自己国民会不会你的这种通膨率会增加？那你通膨增加的话，你会不会来讲的话，你的利率会增加？其实老百姓不会想那么多，老百姓想很单纯。最后我只讲一句话，我印象中就像是这个。韩国瑜选高雄市长的时候，他讲的那个口号，到现在我想大家还记得，对不对？人进来，货出去，高雄发大财，多简单啊！人进来，北漂到台北的这些人都回来，那家长听得很高兴，对不对？货出去，我东西可以卖出去，农民很高兴，高雄发大财，全市都很高兴。我川普就是像这个韩国瑜一样，当初的口号一样，让所有老百姓听得懂。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这次川普的当选对于现在全球最关注的一个点，恐怕就是中美贸易战了。因为2018年川普就开启了这一场的中美贸易战，现在是不是要步入到2.0的时代呢？那当然，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看到川普当选很淡然。那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的反应一开始的时候呢，是这个外交部的名义来讲说，这个发了一篇，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对川普先生当选美国总统表示祝贺。但是这样子好像对于美国来说还不够CNN 立刻在今天上
上午的时间就讲说，知情人士讲说，习近平已经致电川普表示祝贺啦。那可是所有的像是外国这种法广啊什么的媒体都讲说，是以外交部的名义这样子，只有外交部祝贺。那人家也去问了毛宁就说，到底是怎么样呢？到底有没有致电呢？那他也是很淡的回应啊，他说呢，在美国大选结果正式宣布之后，中方会按照惯例处理有关事宜，就等于说跟你用一个官方的回答方式那一直到这个今天的上午11点43分，你看 CNN 抢了2个多小时赶快宣布这个消息。那1点43分，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才讲说，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国当选总统这个川普来致贺电，这样的一个时间差反映出了什么？就是中国大陆还没说呢，美国就急着要昭告天下，这代表什么样一个讯息？代表就是非常的重视中国大陆到底有没有对他祝贺那是竞争关系也好，是说想要改善关系也好，现在目前大家猜不透，但总之中国大陆对于川普来讲是重中之重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的网民，这个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所以他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些民众他们是川普的粉丝，所以有一个川建国的称号，所以他们就讲说是这个党把任务交给他，把美国搞乱，然后呢他的行事风格符合这个中国大陆的胃口那此外他们也讲说川普叫做董王，因为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都是好像变成了一个迷因梗在叫我董王。那在他宣布胜选之后，微博也涌现了讨论，主要分成3个面向，有的是支持这个川普那有的是看笑话嘲讽有的是说接下来恐怕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可能日子不好过，因为谁知道他又要端出什么样的一个贸易战这个端到台面上面。那另外我们看这个马斯克也变成这一次大家讨论的一个重点，因为过去这些时日来讲，我们看到马斯克一直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蛮要好的，那他这一次也是全力在帮川普做辅选未来可能也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吗？有人说他会成为中美沟通的桥梁吗？那其实川普的当选也让他的身价暴涨现在已经超过200亿美元，一夜大涨了，这个暴涨了200亿那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9262亿美元，他的这样的一个特斯拉的市值那他自己本身的身价也是暴增，所以现在已经稳居全球首富的位置了。那川普他在发表感言的时候也把这个马斯克请上台啦，然后也是大夸他又是天才甚至还讲说你这个火箭的技术还赢过中国大陆，那一直在夸奖他，觉得说这一次他真的是全力在做一个辅选那我们看这个川普的孙女凯伊，她在 X 上面分享了家族的合照，仔细一看，马斯克站在这边这是家族合照，但是马斯克也出现在其中显然他好像已经变成了川普家族的亲密友人了。那马斯克当然自己本身也很高兴他那时候讲说，川普要是不上他就惨了。那这回如愿以偿，押宝押对边了，他还抛出了火箭冲天照来庆祝，讲说未来是美好的甚至自己还在这个 X 上面发了一篇文章。那这个动作大家很熟悉当时他入主到 Twitter， 然后后来改名成 X 嘛，那时候他就是抱着一个水槽，然后象征着说这个事情已成定局Let that thinking。 那这一句话在英文的口语表达是一个惯语，同时也是网络迷因的一个用梗那他这样子抱着的这个水槽的单词也就是 think， 就是说我已经已成定局，我已经要进入到这边了，这个状况是他所掌握到了，那代表说大局已经他们已经拿下了白宫这个意思那还有这个马斯克接下来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可能真的会入阁吗？我们来听一下这段访问。 Well, I've said I'd be happy to help improve the government efficiency, sorely needed. We've got a gigantic government bureaucracy. We've got overregulation. You've got agencies that have overlapping responsibilities. There's something like 450 federal government agencies, almost 2 per year that since America was founded. It's getting to the point where basically everything's illegal. You just can't get anything done. It's very hard to build new housing if you're burdened with massive requirements that don't make any sense. It drives up the housing cost. It slows down new housing starts. So we need to let the builders of
America build. 好，所以他有可能会就是扮演一些，可能比方说像是顾问一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哦，那可能也会成为中美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吗？那其实我们看到过去川普在这个第一次担任总统的时候，他其实还有去中国大陆进行一些访问哦。当时大家觉得说，看到这样历史性的画面哦，习近平跟川普还就是有甚至比方说接机啊，然后一起逛故宫的这些画面哦。那这个川普现在做事的极端，中国大陆体验特别深刻，你可以这样瞬间翻脸不认人。2017年是好朋友，2018年开始打这场贸易战，这一回又会是怎么样？真的全世界没有办法猜到川普会怎么做哟。那我们来看看当时的画面，你看2017年11月8号，川普抵达北京进行对于中国大陆的国事访问，首次的嘛。那还有习近平、彭丽媛他们也在故宫来迎接川普的夫妇，还有一起到了这个慈禧太后最爱的畅音阁来欣赏京剧都是这样子啊。这个作为东道主，全程这样陪着他。那甚至在这一次的这个碰面之前，川普也是说，打孙女牌啊，说孙女又会唱茉莉花啊，又会三字经，又会唐诗。当时我们都还津津乐道说，他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影响力，甚至让他孙女去学中文。可是说变就变了，马上这个贸易战2018年3月就开打，那在这个事隔半年多左右就开始了这一场的战争，贸易战啊。那还拿华为开刀。孟晚舟在2018年2月1号在加拿大被捕的当晚，当时川普跟习近平正在阿根廷出席集团体的峰会，共进晚餐说压就压了，经过1000多天的煎熬，孟晚舟才能够回到中国大陆。现在川普接下来要出什么招，大家也是提心吊胆的在看。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当然后来有一些报道说那个孟晚舟被压其实决策的人是 John Bolton， 就是当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有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川普其实他用的人一开始用的都是反中的，经济上反中的，所以他走这个跟中国大陆对抗路线根本就是其来有自啦。那这次他也很清楚，他中国大陆在经贸上是他要这个好好对付的一个对象所以其实他想的这个200关税或者60关税这个我认为他就是选一个谈判的标准，那就准备开始谈判吧。真正做下去的话，美国受的伤害一样很大。这个贸易不是说都是双边有利才贸易的起来嘛？那你要是把一个有利的事情搞成让它不能继续的话，那就是不利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是很多事情可以预期的，也不会像他讲的那个情况是这么严峻那我觉得这个对，就是说，大陆跟这个川普的关系，我觉得川普不是第一任了，他过去有4年的交手的经验那么川普也从这个交手经验学到很多，这个交手的过程学到很多经验那么中国大陆也有累积了很多经验，所以对彼此的评估都不会太过于怎么样，太过于的乐观或者太过于的悲观。所以呢，我觉得要看到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关系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起伏我倒是不觉得如此啦。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透过谈判，透过妥协事实上会找到一个这个均衡点，那需要一点时间。那比较麻烦的就是说，我觉得欧洲、日本、美国也是一样的，这面临中国大陆面临的情况。不会比这个欧洲，这个美国日本跟韩国这个美国盟友面临的情况那么不严峻所以呢，这个川普上来以后，是所有人都要怎么讲？要小心一点不是只有中国大陆不过讲到马斯克，我们必须要提醒一下现在的这个当局的这些人就是说马斯克对台湾不是没有了解马斯克曾经在2年前吧，他讲过他说为了避免这个台海发生冲突他建议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对，他明白的这样讲。对，另外一方面，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用台湾跟夏威夷一起来类比。他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跟夏威夷是美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样的。所以这些讲话哈，以现在马斯克他这个哈，他跟这个川普的这个哈这么密切的关系哈，我倒是觉得这个部分啊，很可能他慢慢会用这个观念来处理两岸的问题。哎，这个是不太，那这个对于主张台独的现在这个哈赖清德啊，那他们要清楚啊，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策核心的看法，有这种成分存在，那他是不是还要继续啊？那么推台独的路线啊，那你就跟美国的这个尤其马斯克的想法是对着干。那当时事实上马斯克讲完以后，当时的蔡英文政府也是怎么样大张旗鼓啊，在那边把这个特斯拉当作对象啊，叫国防部查有没有特斯拉，最后就决定不准买特斯拉。那现在人家特斯拉的老板现在要高升了，那你怎么办？好，来问李老师。对，我还蛮同意刚才那个大使所讲的。我觉得对北京来说，哈，不管是贺锦丽或是川普获胜啊，都已经准备好剧本，就是有两手的准备。那基本上川普再回归，因为真的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不会有不切实际的那种浪漫期待，但也不至于过分悲观。那刚才主持人的手板上特别提到说，那个美中关系从川普就任那4年的变化，就是云霄飞车。对北京来讲，这是3温暖，而且老实说，不是从2017年1月20号开始，是从川普2016年11月就任当选总统开始就有了。比如说，他一开始当选之后，包括他自己，包括他当时很重要的幕僚，后来是白宫第一个幕僚长普伯斯，就对外特意的讲说，我们美国是否要维持所谓的一中政策，要看，他说这是选项之一而已，要看北京的表现而定。但是这就是川普。那到2017年真当选总统、就任总统之后，真的是变化太大了。就像手板上所写的，4月份邀请习近平家人到他自己的这个佛州的海湖庄园，是多么亲切的画面，很棒啊！什么茉莉花、三字经都有。然后11月份，川普回访中国大陆，受到非常隆重的礼遇，所以川普非常自豪，而且在称赞习近平，而且说这是对我的这个超级国事访问，我很高兴。但峰回路转，马上下大雨，就是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没有改变。另外一个川普的这个可以对比的有趣例子是他对北韩的关系。2017年川普就任的第1年，哇，感觉起来朝鲜半岛战云密布。甚至美国的军方高层都刻意讲说，可能要对金正恩斩首，再对北韩直线施压。但2018年呢？2018年从两韩的解冻开始，5月份、6月份的时候，川普、金正恩可以在新加坡举行高峰会谈。这就是川普，他不排斥这个，而且他深信可以透过这种元首外交、高层的个人的这个情感，能够作为改变外交的动能。所以就一句话，就是我们就是拭目以待川普的任何的动作嘛。好，展军。大家都认为川普个性不可捉摸，我反而认为川普非常容易捉摸，连我都可以摸得透他。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当过1次的总统，对吧？他曾经当过4年。那其中有一个他的国防部长叫艾斯培，那时候写了一本回忆录，是 TVBS 出的了，叫做《一触即发》哈。里面对川普很多很细节的描述，当然你可以说艾斯培基于他个人的恩怨情仇，可是里面来讲，确实不管是川普做任何决策、任何决定来讲的话，艾斯培在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按照这本逻辑来讲的话，那中国来讲对这个川普一定是摸得更深更透了哈。那从这边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说是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势必会开打，但是问题是谁做好准备了？我认为中国已经做好准备了。为什么？因为这4年，大家看看4年以前中国是谁在执政？是习近平的团队在执政。这中间经过了4年，这4年，美国是拜登换了拜登当总统，然后中间世界上面又发生很多的变化，不管是疫情啦，或者是这个俄乌战争，或者是中东战争，或者是说这个北韩的局势来讲，会有很多的大的变化。那中国没有变化，他还是习近平在执政。那现在这个川普又回来了，
回来讲哈，我觉得如果说是要打贸易战来讲，我想说中国对你摸得很清很透，大概你之前我怎么样跟你过手过招的我都很清楚。那我的团队还是原来的团队嘛，你现在又重新换了一批团队，那这中间4年的变化，我想说中国已经准备好了。那中国来讲，可不可以应付这场贸易战？我觉得是不难的啦。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是川普就是商人的性格，可以交易的嘛。那我们现在反而要担心是我们台湾自己会不会在这场交易之中被交易掉了哈？大家不要兴高采烈认为川普的，我反而替我们台湾担心，到底我们要买多少军备？譬如说是他曾经扬言说台湾要交保护费，对不对？要 GDP 国防经费要提高到 GDP 10%，大家不要以为说是川普讲这些是假话。那这句话如果说他真的要你做的话，我们台湾那时候怎么办？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川普的当选当然影响到大家最关注的，另外的就是战争到底会不会停呢？现在看起来，俄乌战争大家很期待，说是不是可以赶快终止哦？因为川普一直挂在嘴边说他会一天就把它结束了。但是呢，以色列对上了这个加萨也好，对上了黎巴嫩也好，对上了伊朗也好，看起来是不是会雪上加霜？首先来看一下哦，这个普京对于川普的当选，好交情不在了嘛？有这样的一个标题。那他没有去祝贺哦，因为川普一向就是挂在嘴边说他跟普京是好朋友哦，他可以一天之内就打个电话什么就解决这场战争。那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讲说，目前普京没有祝贺川普的计划，因为呢，美国仍然在这个对俄罗斯不友好的名单当中哦。被问到是不是会破坏两国的关系，他说其实也没什么好破坏，因为现在美俄之间的关系哦，已经是处在历史的最低点，已经没有再更坏的余地了。前一阵子人家也去问普京啊，就说你比较挺贺锦丽还是川普啊？然后他就说挺贺锦丽，因为就是他感觉比较好预测吧，他比较常笑吧。那川普那时候还自嘲啊，就说我不知道自己是被羞辱了，还是他是要帮我一把哦。但是现在看起来更加瑟瑟发抖的就是泽伦斯基了。昨天泽伦斯基立刻去祝贺川普当选哦，还改口讲说赞赏川普的实力和平方案啊。之前选前泽伦斯基一直抱怨，甚至还批评川普，但是面对这个结果，也只能赶紧发表祝贺。他在 Facebook 发影片，强调支持川普曾经说过的用实力实现和平的方案。那也表示呢，正是能够透过实际推动这个乌克兰实现公平和平的原则，赶快就是向川普来靠拢一下。那川普过去曾经讲说一天要解决俄乌战争，那真的有可能吗？ CNN 讲说川普的胜利啊，恐怕仍然对于俄乌战争当中奋战的乌克兰产生影响。由于川普上任之后应该会减少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哦，所以基辅得要赶快做战略调整。那这个就职典礼是在2025年的1月20号，不知道川普会不会上任前就会有所动作。但是川普毕竟是个生意人啊，所以凡事就是谈判跟交易这样来做思维。那还有现在朝鲜不是也挺紧张的吗？因为这个本身这个南北韩现在都已经在集结之外呢，这个北韩的部队甚至也加入到俄乌战争哦。那所以这个川普过去曾经也跟金正恩在任期之内见面过3次。现在乌克兰跟美国的高级官员都讲说，北韩已经加入到这场战争冲突了。那是不是有可能川普也会出手，让这个北韩的这个朝鲜状况也变得比较和平一点，甚至让这场乌克兰俄乌战争哦赶快平息。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体来说，看到这个外电的报道说，俄乌战争哦，其实川普的想法是他觉得泽伦斯基是一个伟大的推销员哦，然后他认为俄罗斯注定胜利。过去他多次表达对于普京的钦佩。中东问题的话，共和党基本盘哦，他们支持的立场十分坚决，在前一个任期曾经推动许多有利于以色列的行动。他跟纳坦雅胡而且是好朋友的关系啊，私交很好，两人经常沟通哦。所以呢，现在看起来这个以色列纳坦雅胡立刻贴上了2个人的亲密合照，就好朋友的照片啊，一起握着手哦。那他就讲说，恭贺川普的当选啊，要跟他讨论伊朗以及对于他以色列的一些安全威胁。以色列的办公室他们也发表声明哦，就说两人谈话的气氛热烈且真挚哦。那他恭贺这个川普的胜选，所以
哈马斯也好，或者黎巴嫩也好，恐怕真的是很疲惫了。川普上来不知道又要造成怎么样中东的一个动荡，他希望川普不要盲目对于以色列支持啊。那另外我们看这个，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讲说，这个疲惫的中东、忐忑的欧洲哦，现在美国看起来已经没有办法短期之内建立决定性全球的引导力。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2大战争造成了这一次贺锦丽的这个等于说失败呢？川普的讲法是说他不会开战，在他任期之内也没有发生战争哦。那他会停止战争，在一次的这个4年任期里面，除了打败伊斯兰国之外，没有发过任何的战争哦。所以这个战争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民主党败选的主因？拜登退选，贺锦丽落败，然后俄乌、中东2大战场现在迟迟没有办法结束，就看川普上来能多快的速度让这个变成一个新局面。我们来问一下纪老师。川普当选以后，他讲过，他说他立刻要着手的，都没有提到这些战争哦。他真的要着手的就是要把他那个边境的问题先解决啊。其实那是比较好解决的，对。所以事实上，美国今天的媒体很多都在讲说，全世界对川普上任的反应啊，基本上都是都是蛮负面的。哎，大家都准备说啊，这个川普的手什么时候伸到我们国家，我们自己要小心。然后他也在竞选期间中对很多国家都发表了负面的。对，欧洲也是要被课税啊。川普说这个中国是一个挑战，欧洲的问题更严重。对啊，欧洲是高度保护主义，农业什么都不让人家进去的啊。所以这个东西他上台也要怎么样，也要用关税来对付欧洲。对，所以欧洲现在也蛮紧张的。欧洲2层，一个是俄乌战争。俄乌战争，美国一撤手的话，那欧洲人就怎么讲呢？他的那个真的那个面目就露出来，就是怎么样设立内任，那个嘴巴讲得很硬，手上没有工具了。那这个欧洲现在是一个头2个大，再接下来就是欧洲会跟美国会跟川普会跟欧洲算账，贸易的一笔账。哎，他觉得欧洲这些保护主义啊。也是很严重的，所以呢，是不是像英国的话，他就曾经就说你们准备要加20%到30%的税，那可是英国的这个外交部长已经讲强硬了，他说这个如果要跟我们开贸易战的话，我们也不是这么好惹的，就这个意思啦。那像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总统也说，大家不要太担忧啊。因为川普要解决这个边境问题，就要墨西哥配合。尤其这些非法移民啊，都会让墨西哥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不要只看亚洲这边的问题，欧洲、南美洲都非常的严重。对于川普上来以后啊，都在那边妥谋对策啦。那对川普来讲的话，我刚刚讲他实在是在竞选中讲太多事情了，他要一一承诺哈。他第一天之内打电话给普丁，普丁现在就给他一个钉子碰，我不跟你通电话。对，你要通电话，你先带一些礼物再来。所以呢，川普现在是志得意满啊，可是啊，挑战还在前面呢。这个他不是倒吃甘蔗，我看他是正吃甘蔗。那刚开始吃到甜的，后面的苦的都要出来了。他的日子不会那么好过的啊。好，请教厉将军。川普跟泽伦斯基有见过面了。这个其实在我刚刚讲的这个一触即发那本书里面，艾斯培也曾经描述过这一段。他对川普那时候当总统的时候，对这个乌克兰的态度，那时候有一笔钱要军援乌克兰，那川普不同意，他不愿意拿钱，说为什么我们要拿钱给乌克兰？那时候后来大家劝他，后来有一句话打动了川普，川普才批同意。你知道什么打动他的吗？所以艾斯培跟他讲说，总统先生，这笔钱虽然说我们是付给了乌克兰，但是他们会拿这笔钱回来跟我们军火商买我们的军火业，会促进我们自己的军工产业的发达。川普一听到这句话，马上立刻批。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川普对于军事上面他抱了一种什么态度？我能够赚钱，我才会批。对我赚这笔钱花出去，我一定要回收回本回来。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川普其实在这个9月份有跟泽伦斯基有见过面。那时候泽伦斯基到联合国大会去演讲的时候，那时候川普原来不肯见他的，但是后来还是见了。但是见了，我们都知道
真的那是非常很尴尬的场面了。他等于说不给泽伦斯基一点好的脸色看。虽然说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总统候选人，但我们也看得出来，他说他给泽伦斯基的脸色是非常的难看，然后甚至于这个批评讽刺泽伦斯基只不过是一个很好的推销员，每次到我们美国来只是要一些钱回去，要一些军援回去，拿我们美国的钱。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这边这几次的动作，我们可以知道，川普在他当选之后，他会对这个乌克兰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俄乌战争还没开打，现在开打，不但开打，而且到最近这段时间来讲，我们看到乌克兰的战况来讲的话，非常的这种状况非常的不利，然后甚至于他乌克兰前线的这种指挥官都说我们前线快溃败了。那我们在这个库尔斯基那边也看到，他即将整个团被团灭。在这种状况之下，乌东战区他又守不住红军村，那泽伦斯基在这种兵败如山倒的状况之下，你想想看，这个川普如果就以一个生意人的眼光，如果说你今天乌克兰能够打胜仗，我或许会投资你，我继续能够获胜。当你会打败仗，我干嘛还要投资你？那这钱不是打水漂了吗？那我听说川普在这个选前，他有曾经讲过一句话，对俄乌战争的看法，他认为说是乌克兰是不可以参加北约的，所以说泽伦斯基真的是这个打一场辛酸哦。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他讲了一个条件，说是乌克兰划分为一个缓冲区，那这缓冲区的费用军队谁来驻守？是北约军队要去驻守，他美国不派兵进去，也不出钱去那个地方去那个驻守那个缓冲区，担任这个缓冲区的军队。所以，我们从以上这个川普讲的这些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当这个如果说是川普一就任之后，可能我个人认为说是不管就战场局势或外交上面或国际关系上面，可能这场战争应该在明年就可以看到一个结局了。好，请教李老师。对，我觉得最耐人寻味就是俄罗斯跟这个美国的关系啦，因为其实发生重大变化是2014年克里米亚俄罗斯并吞，那从此之后呢，美国开始有些制裁，那8大工业国就是把俄罗斯除名变7大工业国。那到奥巴马任内最后的时候，那是在2016年大选，大家应该有印象。在川普去白宫见奥巴马的时候，奥巴马当面跟他提说，我们这次美国大选有俄罗斯的介入哦，俄罗斯的骇客入侵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意图要干预我们选举。可是当时的川普是不置可否。到了2018年，川普就任后的第2年，很多人的反对之下，他去跟普廷见面，在哪里见面？在芬兰赫尔辛斯基见面，而且出来之后，川普还为这个普廷保证说，不觉得有这个俄罗斯有干预到美国的大选。我要讲这段意思是说，其实川普在一开始他对俄罗斯的印象并不差，甚至对普廷个人也还有点惺惺相惜那种感觉。只是后来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大家应该有印象，川普所任命的第一个国安顾问这个福林，24天就下台。为什么下台？就跟俄罗斯相关，因为他在还没上任之前，就私下俄罗斯的驻美大使找他吃饭，谈什么？谈希望能够帮忙欧盟解禁武器军运给俄罗斯。所以福林在这样状况之下，而且他没有上报，是最后就是被检察官在这个川普任内的4年都被追杀，最后是川普赦免他但是这个最关键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在乌克兰了，因为昨天应该是全世界都很震撼，民主党很示弱，但是真正影响最大、心里最不好受的应该是泽伦斯基，他应该在盘算下一步该怎么走。老实说，如果没有拜登挺着这个乌克兰，因为拜登等于是把他自己整个的政治生命跟支援乌克兰是绑在一起，包括在这次大选当中。但是川普明显就不是这套，而且不只是川普川普旁边的一些人，包括副总统班斯都讲过无数次，乌克兰并不是美国的重大利益，美国没有必要给他空白支票。这次刚才将军有讲，9月份的时候，泽连斯基到纽约还要参加联合国大会，那见了川普是有点尴尬，而且还有一个行程，泽伦斯基去宾州看兵工厂。这个兵工厂是生产炮弹给乌克兰，